7点钟我们出发了，今天开车过去，我们7点半就到这边了，没想到车位已经满了，现在要找停车位。前方多宝路，停车位都不知道哪个可以停。建议您礼让。车子停在后面，这是一个往村里面的方向，一个巷子里，刚好还有个位哦。刚才熊大还在一直找停车位，在那里搜，我说你不用搜了，就停在里面吧。挺早的，这路上行人和车子也不多。今天周末就是不一样哈。我们到2楼这个抽血这个科室了，这个门还没开，大家都在这排队哦。今天开小窗口排队啊。抽完了第1次，晚上还有第2次、第3次要抽血。这是葡萄糖粉，5分钟喝完。结冰呢？我没给你倒多少。他们都是这么倒一杯啊。哪有上标的是温水？我看一下时间，5分钟喝完。10点半抽完了第3次血，现在回去了。我昨天做的检查报告出来了，现在是有点小炎症了，这个我是在网上查的。他们都说在怀孕期间有炎症是正常的，就是那些什么白细胞啊、什么细胞啊，就有点偏高或偏低。这个情况呢，就是一个感染的一个炎症。那第2个呢，我就是有这个低血糖。我昨天喝了1杯蓝色瓶子的葡萄糖粉，在2个小时内抽了3管血。现在报告显示呢是有点偏低的。这个低血糖的话，就是会导致平常会头晕呐。这个还是得注意一点的。前一天的那个影片，有网友说我呀，说我跟医生吵架的事情，说我是不是没有塞红包给医生？我当然没有塞红包给他啦。你想，我挂了他的号，花了40块钱。就单单挂个号，问几句话，让他开个单，这里仅仅花了40块钱，我为什么后面还要给他红包呢？我就想不明白。如果是人人都这样子的话，那他真的不叫医生了，知道不？他叫做魔鬼、吸血鬼，可以直接这么说。还有一个网友说，我现在的产检医院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？我现在产检的是个3甲公立医院，我的医疗社保是绑定的这个医院的。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很犹豫要选择哪个医院，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。那时候呢，社区的还有一些朋友啊都推荐我去这个3甲医院，所以当时就选择了它。还有它就是离我现在住的地方比较近，就每次去产检的话会比较方便，最终才会考虑在那边的。那我们在中国大陆这边呢，如果说你有医疗社保的话哈，就是每1年可以修改1次你的定的大点和小点的医院，就大医院啦，还有一个社区，每1年可以修改1次。就你绑定之后呢，在这1年期间是没办法去修改的啦。如果说像我已经绑定了3甲医院哈，如果说我想去什么4人民医院啊、第1医院、第2医院去做检查的话，可以去，但是呢没有报销。这一次谈呢是花了130块钱的。这个有医疗社保的话，它是社保里面完全报销，就不用掏钱。如果说你去了别的医院，这个钱就得全部是自费的，就这种区别。其实啊，现在很多医院的医生所谓的白衣天使呢，都不是几十年前的白衣天使了。现在的医生真的是变了，真的很多是为了这个蒙你去做这么一件事的。现在网上也有很多报道这些医院的内幕的。这是我刚刚在某音上面收到的一个医生啊，因为良心过不去，他自曝自己在医院里面所收的回扣的一个情况，给大家听一下。我是某西省某同事最大的那家3甲医院的执业医师，我做医生10几年。在此期间呢，我参与收受医疗回扣，保守估计在50万以上。因为这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做的，我和我的同事了、主任、副院、正院
基本上都在参与这个事情啊。对啊，还包括药师，这个可谓是塌方式的，全员参与，希望能够有人来彻查啊，不要在这儿装着不知道，装着不当回事。这个医生呢是个主治医生，他在医院里面上班上了10多年了，是个3甲公立医院。他说保守估计回扣是收了50多万，而且他还暴露了重要一点是说，除了他之外，护士、院长还有上面各个人都有份，他都已经收了50多了。你想下上级会收多少？下级还有一个退休的一个医生，他说出了重要的内幕，我们来听一下。我原来工作医院的那个书记也被抓了，我看了一个视频，说抓了154人，这也太少好吗？还说少，所有的医院的院长、书记抓起来，个个都有问题，个个都有问题。打开小医院这小摊，有些医院呢行医疗，大医院大摊都外包了，小院小后小摊。医院呢，它提供场地，提供一部分的医务人员，外包的人呢，他投资买进设备的收益的跟你讲好了，跟医院齐分，大部分呢都是这个外包的投资方。那他要想多挣钱，他怎么挣啊？就给开单的大夫提槽，比如说一个核磁共振提200块钱，有脑出血的病人就特别能感觉到，有的时候一天他让你做2个核磁共振，早晨做一个，晚上呢又做一个，但你这个输血怎么样了？一个病人住院10几个核磁共振，那都跟儿似的。他们贪的这些钱哪里来的呢？还不都是从病人身上榨取的？你一个医院把病人当成了商器，那你这个医院是不是就变成了黑心医院？那但是现在这个制度就是这样，那没有办法，所以就出现了这么多摊，大的大摊，小的小摊，医院院长摊，书记摊，科室主任摊，那大夫呢就开，那就是开单赚取提成。听完这个阿姨讲，我就想到了，现在我们去做个场景，为什么那么多检查？说真的，我抽血已经抽了10几20管血了，我从去检查怀孕，抽血抽了十多管，当时抽了10多管的时候，我那段时间整个人都是时不时会经常头晕，后面喝了补血剂之后才恢复正常。那现在就做个糖耐，像我昨天做糖耐，我是抽了6管血呀，这就是每一次医生开单开了很多去检查，就是反反复复去检查，因为你只有多开单给你多去检查，你这个提成呢收入才会高，医院呢才会有更多的盈利，就是这么来的。就是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不需要去做的，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，说真的，你大概知道你身体状况是有没有毛病，没毛病的话，其实很多东西是不用去做的。现在国内的每个医院都是人满人患的，真的很多人。不管我哪一次去医院啊，我发现这个医院真的是排队排的都是比超市、商场都还要多。现在普通人去看个感冒发烧，真的是要花个几百块钱。其实很多普通老百姓都一直在苦诉的这个事情，为什么现在的医疗费用越来越高了？其实有很大的原因是医院的内部这个贪婪。现在我们每次去医院，医生都会给我们开一大堆药，就我们取药的时候，我们是要拿这么大的一个袋子去把那些药揽回来，就好像吃药跟吃饭一样。普通的一个护士1年下来年薪是20万，他们的底薪可能就是2500、3000块钱，但是他们的那个提成很高。我之前有给大家说过，就是我这边的有一个亲戚，他是一个护士来的，就是儿童护理的那种护士啊，他的底薪只有2500，但是呢，他的福利非常好，一个月下来有7000、8000块钱，有一半是他的提成，然后每年还有这个叫
年分红，一年下来15到20万，就简简单单的一个级别最低的一个护士，一年20万。这个还是小医院，如果说是大医院，这个收入会更高。而且上班呢是每天8个小时，月休将近半个月，就是上半个月休半个月，基本上是这样子的。那前段时间呢，国内呢也是有一个病人的家属把这个主治医生捅了10几刀，最终呢这个医生是不治身亡了。这个事情闹得还是沸沸扬扬的。大家听完这些内幕之后有什么感想？